很有趣的来了哦，入睡时间被规律化了以后，早上醒来时间我就自动一定会7点就起床，没有任何闹钟，完全精准，我就不用那种有赖床病或是起床气，因为就是身体自己自动想起床啊，然后那个感觉真的超棒，因为一起来以后马上想要跳起来，然后马上想要开始一天，就是因为我先这样子做好这个规律，所以我起床就不用一定要逼自己喝一杯咖啡，做一个好像有仪式感的事情开启。我觉得我这样子起床戒掉那个第一杯咖啡，让我的整个身体的状况好很多。爱儿烧。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尔莎啊。今天这一集呢，要跟大家分享我到底怎么样摆脱我的慢性疲劳症。说真的，大家每次看我这样那么冲，我的人生还是会觉得疲累的啊，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几个方法。我觉得我大概是在去年年底到年初，今年年初的时候，是真的很感觉慢性疲劳，然后那种疲劳感是，尤其在搭配，如果我那时候月经来的话，我是整整2-3天都会一直在睡，然后一直躺着，完全没有动力，是身体和心灵都没有动力，然后真的一直觉得很累，就算硬要起来做一些我本来就该做的事情，但也很不情愿，做完就会立刻想要回来躺着，然后继续睡，所以那个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已经慢性疲劳到一个极致了。那我身边也有很多亲朋好友，他们也都是慢性疲劳，所以我觉得可以来用我自己亲身经历，我花了大概3-4个月慢慢调整身体，然后中间也吃中药啊，然后开始比较常运动。我不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可是我的运动是真的比较常动起来，然后走路。回家的时候有时候就不搭计程车或开车，就偶尔多走一点路这样子。但具体来讲，我用了哪些方法是比较摆脱了那种过去无动力的状况，现在的我完全就是真的一个很 powerful， 然后每天都冲的感觉。来，第一个方式呢，我那时候在每一天晚上都一定会一直用手机，然后拖延着睡觉时间，因为就已经觉得很累，而且一整天就是一直躺着，所以也不是那么容易入睡。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发现第一个问题是我的睡眠品质。那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一些身边的朋友推荐，他们有在吃一个东西叫 GABA。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已经市面上很红了，我没有代言，我也没有推哪一个品牌，反正至少我觉得大家去康是美或屈臣氏看一下 GABA 有一个这个成分的，然后上面的浓度不要太低。我个人那时候真的吃这个 GABA 配钙和镁，晚上睡前吃。真的很有用哎！我大概吃30-40分钟配温水，我就会有点觉得很想睡。可是这个因为它不是药，它只是保健食品，所以吃了我好像吃了2个礼拜过后，我觉得那个效果没有那么强。所以呢，我后来还是回到一个会失眠，然后或是浅眠的睡着，然后一直2、3点再起来。后来我又再去尝试了另外一家的 GABA， 因为我觉得我在想它可能就是会习惯，然后我去试了另外一家，浓度可能再高一点点，然后我就吃了以后呢，我再试另外一个策略，就是规律性，就是我就每一天晚上12点的时候吃，然后那时候已经躺在床上了。然后我就这样子12点吃完以后，就一边看着手机，可是手机就不能乱看，因为我以前会一直焦虑，然后睡前会一直看手机里面的待办事项，或是看阅历，或者是去看一些长文章，那种知识学习型的，所以就会让我更紧张。我是要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什么时候就很像在睡前在床上，其实还是在工作的感觉。可是呢，我现在换成一个最强大的策略，就是看 X 调查。我是他的会员，而且我跟你讲，一定要看 X 调查的洞穴系列，因为他为什么那么爱讲洞穴，真的很无聊。然后因为其他的那种凶杀案之类的，我就会一直继续看下去。我真的就会只看我的有一个 album， 有一个那个自己的那个收藏专辑里面，全部都是 X 调查的洞穴系列，一直轮播，然后就再配着规律时间，再配着这个定点时间吃 GABA， 就是不一定要这个 GABA 这一款成分啦，你可以去找其他，就是反正能舒眠的保健品，然后就这样子。有的人可能睡前喝一碗那个热牛奶，可能也有用。那我就这样子，就真的好像尝试了2-3个礼拜，就真的每一次在11点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想要睡觉。后来我就不需要再吃 GABA， 但我偶尔还是会吃。然后12点我就真的可以直接入睡。那很有趣的来了哦，入睡时间被规律化了以后，早上醒来时间完全也会开始就身体自己被规律化，我就自动一定会7点就起床，没有任何闹钟。
完全精准，就真的15-20分钟的差别。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可能那2-3礼拜真的是精准到很夸张，所以我就不用那种有赖床病或是起床气，因为就是身体自己自动想起床啊，然后那个感觉真的超棒，因为一起来以后就是马上想要跳起来，然后马上想要开始一天，那个动力很十足，然后那个神清气爽度也很高。就是因为我先这样子做好这个规律，所以我起床就不用一定要逼自己喝一杯咖啡，做一个好像有仪式感的事情开启。我觉得我这样子起床戒掉那个第一杯咖啡，让我的整个身体的状况好很多。因为我每一天都是要喝1-2杯咖啡，1-2杯咖啡，而且起床一定要先喝第一杯去醒脑。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戒掉了以后呢，让我不会这么晚上睡觉会睡不着，然后也不会让我一定要靠咖啡去让我继续专注或有精神。我反而就是把喝咖啡就是吃早餐的时间，就把它换成去公园散散步，然后或者是早上真的做一些伸展运动等等的，就真的这样开启一天。然后整个上午的那个专注度和工作效率是非常非常强的，完全可以看出来是整个一个不可能是疲劳症的人。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确定，哦，我这样尝试好像真的有用，我那个慢性疲劳真的有被我这样子改善一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方法是，你在平常工作的时候，或是一起床要去做这些你的今日待办事项，一定要用勾的，就是那种待办事项，现在有很多 APP 软体，或是你自己的笔记本里面，就是前面可以放一个框框，或是那种待办软体是要那种可以打勾的。我自己个人是用 Asana 管理我们团队还有我自己个人的工作。那这个软体很棒啦，就是以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但因为这个软体里面它就会自动跳出来这些提醒你的待办事项，然后你就一直打勾。我觉得打勾是一个让你知道你今天有这3件事、这5件事情，然后你有做完，然后你就打勾，所以你会一件一件有在进行。所以你在下午晚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这些东西都进行的差不多，那你今天终于可以放松了。就我个人是一个，我真的是一个我不能说我很负责任，可是我真的是一个全心投入在工作里面的人，所以我只要心里知道我有一些工作还没做完，还没打勾，我就有一个东西盯在那里，然后那个盯在那里是不管你怎么休息，怎么想忘记都忘不掉，所以那个心灵上的累积的压力会很无形，一直累积。那我觉得这就是慢性疲劳的一个很大的根本，心理上的慢性疲劳很大的根本。那再来，我觉得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是那种比较内向型的人，那如果你是内向的人，真的不要太常去做无效社交，因为无效社交会让你的能量耗损，然后也会让你有一些 social 社交的压力，然后每次出去一次。回家我真的要休息很久。那如果你很常出去，其实你回家就要休息更久。那如果你的工作刚好是不允许你一直这样休息的话，你的那个疲劳其实是会一直压在心底的。那它其实也会让你的那个身心的那个健康状况不太 OK， 它也会造成一些疲劳的堆积。这件事呢，真的是你要认识自己够彻底以后才知道你到底是一个外向人还是内向人。我一直以为我是外向人，因为我很爱讲话，很爱表演啊，然后很爱人来疯啊。可其实就是在我真正的生活里面，我是非常非常内向的。没有吧？到底我是内向的人吗？就是有的时候好像很内向，有时候好像很外向，我也不知道怎样。但反正总之就是我应该算偏内向吧，因为我真的不喜欢，或者是我只是很人群恐惧症、社交恐惧症的外向者。反正我还在自我探索中，艾尔莎也在成长中，好不好？好，然后呢，再来最后一个呢是，你一定要大量的尝试。体验很精彩的生活，去经营生活。太多人下班就真的躺在床上，或就看电视、看 Netflix， 或是就是真的就是吃个晚餐啊，没什么事情啊，走来走去啊，就去睡觉了。就你一定要去经营你的下班人生，你把你的下班的生活变成另外一个人生去经营。所以你看哦，我就算每天从一张开眼，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12点，我还是去学一大堆东西。你知道我现在正在学的什么？滑板、高尔夫、唱歌，然后还有那个音乐剧，最近在上果陀音乐剧。就
就各种东西我都一直在上，然后每一个课程都让我体验到不同面向的知识，然后还有很多精彩的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会帮助到我很多，让我的人生一直有动力，然后知道我到底有哪些可以在很多去体验，然后很新奇、很好奇的东西去探索我自己，然后去探索新的世界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最后一项，我觉得真的是最有用，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了。好，以上呢是一个艾尔莎独家真的尝试试验过的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杜绝慢性疲劳。那如果你要继续让自己有精神的话，就要继续订阅艾尔莎啾啾。